水是咸的吗？547想了想，皱眉说道，这个我还真记不太清楚了，毕竟时间太久。不过我印象中，好像在那次之后，地面和衣服都有些白色残留物，会不会是海水吸出的盐分？李亚林点了点头，道大概率是盐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你们当时经历的应该就是印尼海啸了。之所以会发生透水，是因为当时的地震引发了大海啸，周边很多国家都受了灾，这其中就包括你们的驻地。说着，李亚林在地图上圈了2个范围，开口道，这么看来，你们的驻地有可能是在南亚的西部，也有可能是在东南亚的东部。随后李亚林又看到几个条目，嘀咕道，印尼海啸的震源地近些年也一直有地震发生，但级别都不算高，你们有没有震感？547摇了摇头，道，我不敢保证这么多年里都没有震感，但是我能保证没有察觉到什么明显的震感。李亚林点头道，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你们的驻地应该在04年印尼海啸影响范围里相对边缘的位置，而且还基本在附近后续地震的影响范围之外。这样的话，大概就等于在一张硕大的靶纸上锁定了9环和10环之间的区域，这已经是个很大的突破了。说着，他在地图上画了几个圈，最后将外围2个圈中间的位置用红色马克笔标了下来，又道，虽然这些部分的面积也很大，但好在大部分都是海洋，而且你说你们的驻地04年的时候感觉到了震感，而且还发生了透水，那就证明你们的驻地肯定离海岸线不远，应该就在这个环形内的某个沿海地区，或者某个海岛上。547看着地图上的圆环，神情有些复杂的开口说道，我们这么多年，这么多人都在试图搞清楚我们究竟身处哪里，但没有一个人知道。说到这儿，547忽然流下2行滚烫的热泪，任凭热泪划过脸庞，盯着那个不大不小的圆环区域，哽咽道，李探长，谢谢你。李亚林摆了摆手说道，现在先别着急谢我，即便是这个圆环区域，面积也是非常大的，想在这里搞地毯式搜索，实际上非常困难，而且我来之前跟叶少爷也碰过这件事情。我觉得现在还不太适合实际到这些区域去搜寻你们的驻地，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纸面上讨论，起码不会暴露任何线索，可一旦我们想去这个区域内把对方找出来，就要做好被对方发现的准备。说着，李亚林又道，所以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一起从纸面上找突破点，最好是能通过我们之间的配合分析，把目标范围收缩到足够小，然后由叶少爷亲自去接触。547理解地点了点头，感叹道，组织的实力确实非常强，贸然接触很可能会引来祸端，而且我们这么多年都丝毫没能摆脱他们的统治，甚至连他们的真面目都不清楚，根本不知道他们隐藏在背后的实力到底有多大，很可能比我们的想象空间还要大得多。李亚林道，你们这么多年，这么多代都没能逃离这个组织的掌控，确实令人唏嘘。说着，他看着547认真道，我觉得如果你们想摆脱这种数百年的桎梏，那叶少爷绝对是你们唯一的机会，只有他才有可能把你们这些死士救出来，还你们自由。是的，547不假思索地重重点头，满脸期待地说道，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外面与我的老婆孩子重聚，恐怕这个梦想只有叶先生才能帮我实现。说着，他问李亚林，李探长，您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的驻地定位更加详细的？如果需要我线索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李亚林看着547开口问道，你们每次都是坐飞机外出执行任务吗？547点头道，对，每次都是坐飞机。李亚林问，你中途处在什么状态
昏迷547如实说道，我们即将出任务的时候，会先服下让人深度昏迷的药物，再醒来就已经到地方了。李亚林又问，那你们是怎么确定每次外出都乘坐飞机的？547解释道，每次出任务，我会让我的妻子帮我计算时间，虽然我们的时间不太精确，但是在时间轴比较短的情况下，误差并不算大。每次出任务，我无法掌握的时间就是来回的路程，中间执行任务的时间，我自己是可以准确记录的，所以每次我回去之后，跟我妻子核对时间，用她记录的时间减去我中间记录的做任务的时间，就是来回路途耗费的时间。一般情况下，无论是去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出任务，我们来回路上消耗的时间都不会超过6、7天这个速度，只有飞机能够做到。李亚林轻轻点了点头，说道，不会超过6、7天，也就意味着你们的周转效率非常高，甚至你们出发的机场很可能就在你们驻地附近。说着，李亚林又想起什么，脱口道，接下来可以分2步走，一方面找更完善的地图，包括卫星云图，把圆环区域内所有的岛屿、机场都找出来，然后把每个机场方圆10公里的区域定位重点排查的对象。至于另一方面，就从你们的交通工具上着手。547忙问，交通工具怎么着手？李亚林道，虽然你们是坐飞机执行任务，但你们进美国的时候并没有过海关，对吧？因为你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到美国，并且完成入境了。对，547点头说道，我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没有走过海关，睁开眼就已经到地方了。李亚林继续道，别的国家我不清楚，但美国自911之后对航空安全非常重视，所以你们乘坐的飞机不可能直接入境美国，入境美国就一定要通过海关，所以他们一定是选了某个国家做跳板国，先把飞机飞到跳板国，然后立刻安排你们走陆路偷越国境线完成入境。顿了顿，李亚林又问道，你以前去过美国吗？547点头道，几年前去过一次，当时去的是洛杉矶。李亚林继续问，你去洛杉矶那次也跟去纽约这次一样，醒来就到地方了，并且来回路程不超过6、7天，对吗？547点了点头，对。李亚林微微一笑，说道，入境美国必须偷渡，而且偷渡只有2种途径，要么走海路，要么走陆路，但如果是海路，那来回不超过6、7天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实现。所以我感觉你们肯定是飞机先飞到跳板国，然后走陆路偷渡入境。接着李亚林又道，美国只有墨西哥和加拿大这2个邻国，如果走陆路必然是这2个国家其中之一，但加拿大的航空管制也非常严格，所以你们的飞机如果选择加拿大做跳板国，也绕不开必须通过海关的流程。但墨西哥情况就不一样了，墨西哥相对要混乱得多，一架飞机避开海关，直接在墨西哥某地降落的可能性应该还是非常大的。我基本可以确定，你们的驻地在南亚西部或者东南亚东部的沿海地区或者海岛附近，距离机场不远，而且你们前往美国执行任务，飞机应该是先飞到墨西哥，然后再通过陆路把你们转运到纽约，而且这个组织在墨西哥肯定有另一批手下常驻在那里。我想墨西哥应该有我想要的线索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